當美國高喊我回來了，東南亞各國聽見的不一定是安全感，而可能是另一場大國角力的前奏。作者在《亞洲對北約說不》這篇論文中提醒我們，太平洋不需要把大西洋的軍事对抗文化搬过来，亞洲真正需要的不是新冷戰，而是能讓和平繼續存在的政治智慧。作者指出，美國近年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其實已經下降，他退出重要經濟合作，缺席區域峰會，外交布局也不完整。拜登政府雖然想修復關係，重建美國可信度，但東南亞國家歡迎美國參與，並不等於願意被捲入美中對抗。對東協來說，最重要的不是選邊站，而是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維持平衡。他們知道中國在南海帶來壓力，也知道與中國的關係充滿挑戰，但同時，中國也是不可忽視的經濟夥伴與地區現實。東南亞國家不想把中國視為意識形態敵人，也不想讓外部強權破壞東協的中心地位。因此，作者呼籲的不是反對北約本身，亞洲人應該要反對的是一種把世界分成敵我，把安全建立在唯獨與軍事同盟殺的思維。如果這種思維被帶進亞洲，東南亞就可能從合作之地變成大國衝突的新戰場。他提出另一種可能，美國與中國能不能在東南亞找到合作空間，例如基礎建設、氣候、海上安全、災害救援、綠能與青年交流。這些合作未必能結束全球競爭，卻可能改變競爭的性質，讓敵意變成合作，從而避免走向衝突。這篇文章的核心不是天真的否認危險，而是提醒我們，和平不是靠口號維持，也不是靠軍事集團擴張而來。亞洲若要走向自己的世紀，就不能複製歐洲曾經的戰爭搏擊。真正成熟的亞洲，不是替任何強權衝鋒，而是在夾縫中透過合作求生存，在競爭中守住和平。這也正是亞洲人能找到和平相處之道嗎？這本書最重要的利益，亞洲不只要崛起，更要學會如何不讓崛起變成災難。